今天咱们来骂人，狗不会说话，我来替它说啊。今天我们就替狗行道。我发现这2年啊，越来越多人开始养宠物啊，尤其是现在生育率下降啊，工作压力又大，对吧？就越来越多人可能就是先不养小孩，先开始养猫猫狗狗。这件事情其实无可厚非，因为我自己也有2只狗，你也听到了汪汪叫。但我现在就在网上呢看到越来越多的奇葩的养狗人的行为，我真是受不了。尤其是吧，很多人开始出现了弃养这种行为，当然弃养这种行为一直存在，就最近这2年特别多。就这种行为我就非常无法理解。我今天就要替狗行道，狗不会说话，我来说，求你放过狗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啊？要结婚了，婆婆家里都不喜欢狗，养了半年的狗只能弃养，或者是怀孕了，求好心人来领养我的狗狗，又或者是刚生了孩子，怕狗狗对孩子不好，给狗狗找新家。我怎么听不懂啊？这个逻辑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啊？你跟你老公要结婚了啊，就要把狗送走了。你们2个是认识3天就闪婚了啊，还是怀孕前天怀孕，今天就要生了？这个嘴长着啊，是光吃饭用的吗？这么长的时间啊，你跟你老公认识、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约会，这么长的时间，你们都没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抽出来讨论一下你这个毛孩子的情况吗？我本人也作为一位狗妈妈，我真的很难理解啊，弃养竟然是这么轻易就可以做的一个决定。我真的我看到这种唯一的反应就是，你有为自己的毛孩子努力过吗？你养狗的时候有过责任心这回事吗？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说真的，狗狗跟人类不一样，它们不会说话，一辈子很短。其实它们真的整个人生都是围绕着你，全心全意的在陪你，在等你。它们的世界里，主人就是全部。我真的在此求求了，别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和寂寞毁了小狗，放过狗，也放过你自己吧。另外一种就是，哎呦，运气真差，为什么我的狗不是天使宝宝啊？都到家2个月了，还是乱拉乱尿，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想弃养了。哎呦，狗接回来在笼子里一直叫，烦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劝每一位养狗的朋友慎重、慎重再慎重呢？拜托，人类大脑这么聪明，还需要10几年的教育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去培养一个孩子才懂得道理啊，才明白是非。更何况是本来智商它就没有很高的狗。你会期待你家小孩生出来就给口饭吃，一天天过去就变超级懂事了？这种情况下你不害怕吗？妈妈，你给我吃饭辛苦了，从今天开始我来孝敬您啦。爸爸，你看我多天才，你一天都没有教过我，我现在就会编程炒股造火箭了。狗狗接回来是要教的，是要进行行为引导的。或者你不想教 ，OK， 你请个人回来教，或者是送去宠物学校，对吧？训练会了之后，你就在家里继续引导，继续跟着做就行了，对不对？我真是看不下去。然后我就忍不住分享一个我最近看过一个真的很离谱的，就是哎呦，我家狗真是受不了了！我炒的菜它非要吃，吃完了一直吐又拉肚子。狗就是狗啊，还要吃，我真是受不了。Excuse me，你炒的菜狗非要吃，然后它要吃，它就能吃到。哎呦，这真是牛啊牛啊！那以后办不成的事儿就找你家狗就行了呗。我都想好了，我下次跟老板说我想升职加薪，我加薪加到 CEO 那么高。那老板说你想屁吃呢？然后我就把你家狗叫过来。那这事儿妥妥的，我家老板一看，哟，这狗来了，那可不行，就给你家到 CEO 那么高吧。哎呦，那我真是谢谢你啊！这种我真是吐槽都懒得吐了。下面这个是我近期看到最可怕、最离谱的一个，一定要跟你们分享。求问：送养还是割声带？最近租房子一直被投诉，又不是我家狗，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想问大家我要怎么办？我自己是不太清楚这件事情最后的走向如何，但我真的忍不住翻白眼。就这件事情吧，它甚至不是你家的狗在吵，它是别人家的狗在吵，然后邻居是以为他家的狗在吵，然后就把他投诉了1遍2遍，他会觉得哎呀，那没办法了，我可不得想个办法证明自己吗？那我要么就把狗送走，要么就把我割了，我现在说不出来话了，那你就没辙了吧，你就不能说是我了吧？我是能理解这个人他想要自证清白的这个想法，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割声带。割声带它还是一个选项来着。如果我公司请人首先我没有公司，但是如果我以后要是发达了，我公司请人我是绝对不敢请这种的。这个处理事情的能力吧，实在是有点无法琢磨。如果你只能想到这2种方法的话，
那我觉得你还是找个好心人接走吧，对你对狗都好。哎，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啦！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有点奇怪啊。我有的时候看到我就真的看不过眼，我就在网上跟他们对线，然后我就被骂了。通常呢，这几种回复是令我最无语的啊。第一种是啊，狗是宠物，不是爹妈，我看你对狗比对爹妈还好呢。第二种是啊，我养狗就是为了给我提供价值的，我还得给它当宠物吗？难道？通常遇到这两种情况啊，我要么就是闭麦，要不就是拉黑了，因为实在是不在同一个频道啊。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聊到宠物会这么轻易的联系到自己的爹妈。我甚至忍不住在怀疑，这些人待人接物是不是就只有两种方法啊？一种是自己看不起的人，就把他们踩在脚底下；一种是觉得其他人混得比你牛，然后有利用价值，我就对他们跪舔；又或者是对自己的父母实在是差到看到别人对自己的狗好都眼红，气不打一处来了，那这种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还有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我就想问，难道只有养宠物这一个方法能提供情绪价值吗？又或者你真的就只有这一种方法，其他的我都试过了，真的是一点情绪价值没有 ？OK，你养个简单一点的，放过自己，不要对自己那么难，对不对？我之前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比较忙，然后日常也没有时间去遛狗啊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养了一只仓鼠，对吧？仓鼠其实不是特别难，我自己没有养过，但是据我观察，好像就是你给它安置一个好一点的笼子，然后里面放个跑步机，然后放点木屑什么的，是吧？然后这个仓鼠它也吃的又少，拉的又少，然后仓鼠你隔着笼子看它也很可爱，然后抱出来也梗啾啾的，对吧？多可爱呀！或者是你从简单版的开始，你养个电子宠物啊。我不清楚现在还有什么电子宠物，但我小的时候我养过那个 QQ 宠物里的企鹅呀，对吧？点一下它就去吃饭了，点一下它就去散步了，它还叫我爸爸妈妈，对吧？那个时候让它叫我妈妈，我每天可有成就感了，看着我的企鹅宝宝先破壳，然后一点点长大，还出去周游世界，经常讲故事给我听，这个里面也是有情绪价值的，对不对？养个电子宠物就是费点电，别的不太需要。然后你如果实在不想养了呢，弃养也不用有心理负担。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是抱着一个心态，是我只要提供一点吃喝，我就能从这件事情上面获得很多情绪价值的反馈，而没有其他的负面影响的话，我真的劝你还是先放弃养狗的想法，考虑一下其他的选择吧。养狗真的是可以比想象中复杂和辛苦太多太多了。视频的最后，我真的想要劝告一下，非常郑重的劝告一下，如果你是在一个地方短暂的生活一段时间，或者是你需要频繁搬家的人这边就比如说你是留学生，或者是我现在想要去一个城市找工作不确定能待多久，先租房子，先不要考虑养狗啦。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留学生养狗，或者是这种短租的人养狗都一定是坏的结果因为我也确实是看到有一些留学生他在留学结束之后会把自己的狗一起飞回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或者是回国这样，但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弃养或者是放生。我本人的看法是，还是要等自己生活比较稳定了，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会长期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然后又仔细考虑过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都 OK 之后，再去考虑养狗，这是一个对自己负责、对狗也负责的情况。养狗真的很花时间，你养个大狗每天都得遛，风雨无阻。我在英国，你看现在窗外才4点，天已经全黑了，那意思就是我得在白天有时间的情况下去把我的狗遛了。然后要给他们足够的陪伴，足够的耐心，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养狗的情况。当然，我不是说我的狗养的多好我觉得我这种情况是最少需要有的条件。所以，为了狗好，为了你好，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所有的调查，然后真的是考虑清楚之后才开始做这个决定。那好，今天就骂到这里喜欢的话大家可以订阅、点赞、收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